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 档案。夏天又到了哈，记得以前暑假的时候呢，一打开电视，永远播放的都是《还珠格格》《西游记》和《新白娘子传奇》。在这些暑期神剧中呢，86版的《西游记》是当之无愧的顶流啊！30年间重播超过3000次，从70后到90后，甚至到00后，都会哼上几句。你挑着担，我牵着马，是吧？那师徒四人中呢，最受大家欢迎的莫过于是机智聪慧的猴哥了。调皮的小男孩会把捡来的木棍当金箍棒，头上再套个塑料圈，大喊一声呆，妖精哪里跑？这就是咱们国家最早的 cosplay 啊！随着电视剧风靡全国呢，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一时间是家喻户晓，成了几代人心目中最经典的猴王形象。但是啊，近几年来六小龄童的一系列骚操作，令他的口碑大跌，差点晚节不保。背刺西游导演，沉迷自我炒作，炮轰大话西游，让很多人对六小龄童毫无底线贩卖童年情怀的行为产生了反感，而他却在追名逐利的路上一条道走到黑。本期视频啊，咱们就来一起看看这位美猴王经历了72变之后，为什么从万人迷轮到了万人嫌。六小龄童本名张金来，1959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绍兴。张家呀是著名的猴王世家，从六小龄童的曾祖父那辈起啊，张家的猴戏就小有名气了。到了祖父那辈呢，更是把猴戏发扬光大，在上海开了一家老闸大戏院。等到了父亲六龄童，也就是张宗义这一辈啊，就更厉害了。六龄童不仅是绍剧表演艺术家，浙江绍剧团团长，还有着南派猴王的美誉。1960年，六龄童主演的戏曲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经上映啊，就受到广泛好评，获得了第2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戏曲奖。该片呢还被发行到了全世界72个国家。1961年10月10日，经过周总理的推荐，《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在中南海上演。可是啊，在文革期间，六龄童被扣上了走资派、大右派、大戏霸的帽子，停掉了所有的演出，整天被关在房间里头写检讨，门上也被糊上了大字报，只在地面上留点空间，出入全靠爬行。1971年秋，毛泽东南巡到杭州，在电视上观看了浙江省领导安排的文艺晚会。因为节目中的绍剧演出让他想起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里的六龄童，便问当地导演说：绍兴的猴子去哪儿了？还压在五行山下吗？应该放出来见见世面了。此后啊，六龄童的情况稍有好转，在剧团做些拉大幕、做道具的小活。从小就生活在猴王世家的六小龄童，顺其自然地走上了子承父业的老路。但其实呢，六小龄童的二哥小六龄童张金星才是最佳的衣钵传人。他呀悟性极高，勤奋好学，是个不折不扣的猴戏天才。所以呢，六龄童就给他取名为小六龄童。小六龄童3岁的时候就开始登台表演，演小孩子和小猴子的角色。1957年12月，周总理在上海陪同缅甸总理吴奈温观看了六龄童和小六龄童主演的绍剧《大闹天宫》后啊，对六龄童说：文艺事业需要接班人，希望你多培养几个小六龄童。没想到几十年后，是六小龄童在1939恩来回顾里中饰演周恩来，满满的宿命感啊！可惜的是呢，天妒英才，小六龄童17岁的时候就因为白血病去世了。有一种说法是六龄童为了纪念小六龄童，就把小六龄童的前2个字颠倒，从此啊，张金来就有了六小龄童的称呼。六小龄童呢，没有辜负父亲对他的希望，每日雷打不动的刻苦训练，成为了张氏猴戏的第4代传人，也开始渐渐的变得小有名气。高中毕业后啊，六小龄童进入了浙江昆剧团。那时的他还不知道，他的人生即将迎来重大转折。1981年，央视找到资深导演杨洁，希望拍出4大名著中的《西游记》。这个想法一经确定啊，主创们就认定孙悟空的人选一定是关键中的关键。杨洁呢，找了北猴王李万春和资深武生演员董志华，但都被拒绝了。原因呢，是李万春要求用画出来的戏曲脸谱来呈现孙悟空。但是想一想，在拍电视剧的时候给孙悟空画一张大花脸，显然是太违和了，所以啊，双方就没谈拢。董志华呢，则是因为太红了，抽不出身，与西游剧组这么失之交臂。这儿啊，咱们插一句，
很多年轻观众可能对董志华比较陌生。要知道啊，周星驰功夫里头那位会使五郎八卦棍的高手就是他扮演的。董志华的儿子大家更熟悉一点，孙怡的前夫董子健。在一筹莫展之际呢，杨洁导演就突然想起了南派猴王六龄童。但是啊，六龄童已经年近六旬了，如果再年轻个30岁，孙悟空是非他莫属。杨洁就灵光乍现，为什么不找他的儿子来演呢？于是啊，他立马给六龄童打电话，问起小六龄童。可惜那时啊，小六龄童已经去世了。不过六龄童在少剧团培养出不少年轻弟子，杨洁就决定立马起身去绍兴看看。到了绍兴之后啊，六龄童话里话外都推荐的是自己的儿子六小龄童。杨洁就明白了，六龄童这是举贤不避亲，强推自己的儿子出演孙悟空。不久后啊，六小龄童便前往北京试戏，凭借着神态惟妙惟肖和悟性高、可塑性强，就通过了考核。后来啊，六小龄童在自传《猴园》中说，如果二哥没有去世，主演电视剧《西游记》的肯定是他，而不是我。我呢，也许会朝着其他的方面发展。六小龄童为了诠释好孙悟空这个角色，先在北京剃了光头，去法源寺当了一段时间的和尚，还去白云观当了一段时间的道士。因为孙悟空起初学道，后来成佛，道家和佛家举止都不一样。为了模仿好猴子的神态呢，六小龄童一有空就跑到北京动物园的猴山去找他的师傅。这个师傅啊，当然不是唐僧了，而是上蹿下跳的猴子。六小龄童啊，看着猴一看就是大半天，还时不时的发出笑声，周围人都觉得这人是不是脑子不正常，有什么大病似的。后来啊，剧组干脆给他买来了一只猴，六小龄童走到哪儿就把猴带到哪儿。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呀？剧里面有大量的特写镜头，尤其是孙悟空的火眼金睛，那近视600度、散光200度的六小龄童，为了练好这眼神啊，可是狠狠的下了功夫。一个对人物的理解，另外呢就是对眼神的训练。比如早晨嘛，就看那个日出，就长时间的看日出。那主要呢就是练这个眼睛，就是持久的，就是看一个物体。白天呢就是有机会就看那个乒乓球的那个练习，就是看赢球的往返，练这个眼神的速度。晚上呢，就是点一个卫生香啊，就看那个袅袅那个香烟呢，就是找一个试点，就是练那个，有时候发现妖怪什么的，他就眼神呢就是很有力度，很有那个光彩。拍戏的时候，他脸上贴着乳胶，面部基本上都不能动，就靠一双活灵活现的眼睛。他的眼神啊，也成为了《西游记》非常出彩的地方。1982年呢，《西游记》正式开机，首先开拍的是除妖乌鸡国。同年，央视就试播了这一集，但是结果却不咋地。杨洁导演认为啊，六小龄童演的孙悟空像个打猎的，六小龄童自己觉得演得像个猩猩。幸运的是，杨洁并没有换下他，而是给了他足够的成长空间。后来呢，把这一集也去重拍了。杨洁导演认为啊，《西游记》的故事游是一条贯穿线，从大唐到异国，必须通过景色的变化来体现路途的艰辛。于是呢，整个剧组走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江河湖海、古典园林、佛刹道观。杨洁的身体啊一直不好，早年就因为肺病动过大手术，切去了几根肋骨。但即便如此，拍《西游记》的时候，他还是相当拼命。那个时候拍戏的条件可不比现在啊，一个明星围着8个助理、10个保镖的。《西游记》的剧组呢，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每顿饭只有5毛钱的配额。据说到了广州，这些物价已经贵起来的地方，一碗饺子要2块5，只有6个，男生根本吃不饱。导演就自掏腰包给工作人员吃饭。主创人员呢也多次遇险，杨洁有次差点从山上跌入悬崖，师徒4人拍摄走过瀑布的场景时呢，也差点脚滑跌落。就连白龙马也曾多次遭遇跌落、沟渠等险情啊。而这里面呢，就属六小龄童的打戏最多。拍一些特技镜头的时候啊，必然要吊威亚。当时的威亚技术刚刚从香港引进，国内还是第一次利用这个技术拍摄，操作上呢也不是很成熟，走的钢丝也不专业，所以每次上去的时候啊，都有摔伤的风险。六小龄童拍着拍着摔下来，就成了家常便饭。剧中有一个片段是红孩儿火烧孙悟空，为了突出这3昧真火逼真的效果，杨洁和六小龄童就决定用真火烧。
六小龄童呢，穿了一件用隔热材质做的石棉衣，在衣服上涂了一层凝固汽油，然后就点火直接开烧。拍摄这个镜头的时候，六小龄童要一边忍受灼烧，一边诠释角色。随着火势越来越大，直接烧掉了孙悟空的眉毛，面具也因为高温变形了。六小龄童在地上打滚，现场的人都认为他的演技精湛啊。直到杨洁叫停了，旁边的人拿着提前准备的沙子和水去灭火，才发现他已经晕倒了。其实啊，在拍摄的过程中，不止六小龄童这么拼命，整个剧组都为这部剧全力以赴，很多演员都是一人分饰多角儿。为了解决落后条件的限制，大家群策群力，发明了很多半土不洋的方法。比如啊，孙悟空解救被五花大绑的唐僧，剧中呢是吹了一口仙气儿，这绳子就开了。可是那个时候又没有后期能整上这烟雾的特效，咋办呢？六小龄童啊自带仙气儿出场，每到要吐口仙气儿的时候啊，他就提前在嘴里吸一口香烟，然后听着导演一喊开始，他便一口烟气儿喷出，从而成就了现场的口吐烟气。唐僧啊也是非常有信念感，非常敬业，要搁现在的流量明星去演，孙悟空还没吹气儿呢，自己就先笑场了。另外啊，剧中有很多龙宫的戏份，海底世界怎么拍也让剧组犯了难，实地取景不可能嘛，于是呢剧组就想到了用鱼缸来拍摄。摄影团队将摄影机架在鱼缸前，演员站在后面演戏，通过灯光和特效打造出海底的场景。从1982年到1988年，在长达6年的拍摄过程中，西游剧组可谓真的历经了981难，连饰演唐僧的演员都换了3个，终于完成了25集的拍摄。1986年春节前夕，《西游记》播出了前11集，反响空前绝后，创下了收视纪录。1988年，千呼万唤始出来，25集全部播出。当时啊，由于资金紧张，很多情节就没拍，导演和演员都感觉很遗憾。后来条件允许了，剧组在98到99年又补拍了《西游记》中981难里缺少的部分，为观众呈现出了16集电视连续剧，为《西游记》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西游记》剧组的人都说啊，六小龄童是西天取经的最大赢家，不仅取到了真经，更取到了媳妇儿。于红啊是剧组的场记，客串了天竺国公主的母亲。《西游记》中美女如云，那为啥六小龄童就跟于红成了呢？六小龄童幽默地说啊，这都是缘分，别的漂亮的女妖精被我在戏里一棍子打死了，谁还有兴趣多看我这只满身是毛的猴子一眼呢？另外啊，饰演八戒的演员马德华也经常给两人助攻。在两人还没捅破那层窗户纸的时候，每当于红去找六小龄童唠嗑，八戒总是借口去看电影。后来啊，六小龄童才幡然醒悟，原来八戒是在给二人创造独处的条件呀。你看看，嘴上叫人家呆子，现实生活中八戒比猴哥的情商可高多了。烦死了！戏火了，演员们也火了。但是啊，导演杨洁与主演六小龄童的嫌隙和矛盾却愈演愈烈。杨洁后来在一档访谈节目中甚至说，《西游记》是我心中一个永远的痛，10年了我都没看过它。就刚开始播的时候，10年，我看见它我就扭台。为什么呢？反正拍完之后，在我心里它是个悲剧。在《西游记》开拍前啊，杨洁对演员们说，这部戏如果失败了，是我的能力不够；如果成功了，希望你们不要忘了大伙，是大家的力量塑造了你们，尤其是孙悟空。从后面发生的种种事来看啊，六小龄童并没有听进去杨洁的肺腑之言啊。《西游记》一经播出，不仅在国内大火，还火到了新加坡。1987年11月底，杨洁的朋友找到他，希望能请《西游记》的演员去新加坡表演几场。杨洁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啊，不仅能给《西游记》造势，而且也能让常年辛苦付出的剧组人员出国见见世面。结果没想到，在排练的时候呢，猴哥、八戒和沙僧同时请假了。有人告诉杨洁，师徒4人去济南商演去了。杨洁就寻思，不对呀，饰演唐僧的演员迟重瑞还在家里头啊，他们咋能去演出呢？结果啊，朋友给杨洁拿来了宣传海报，迟重瑞啊确实没去，去的是另一个唐僧徐少华。杨洁一下心态崩了，意识到社会上对师徒4人，尤其是孙悟空的追捧已经到了狂热的地步。
演员们急于走学变现，背离了杨洁的初心。于是杨洁批评了他们不该耽误大家的时间去搞商演。哥仨抱团建立了小团体，就开始数落杨洁的种种不是，还说以后的演出只要杨洁去，他们就不去了。在剧组的工作还没收尾的时候，跟杨洁不太对付的台长直接将剧组解散，杨洁也失去了去新加坡表演的机会。为《西游记》演唱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的蒋大为也站出来喊话，说做人不能这么没义气。杨洁导演造就了你们，有矛盾可以解决，不能这样做。师徒四人这么做是不应该，矛盾有正常，没有矛盾反而不正常。但是我说你们不能那么不义气，没有杨洁导演，哪有你们师徒四个人今天？你们不带杨洁去，我也不去。杨洁导演在拍完《西游记》的10年中不愿意再看，因为这部剧会引起他太多的伤感和失落，以及痛苦和愤怒。直到拍《西游记》续集前，猴哥、八戒和沙僧先后几次去杨洁的家里头，为几年前的那场闹剧而道歉，也希望杨洁导演把当时因为经费有限而删掉的那几集故事拍出来。于是在1998年，《西游记》的续集拍摄启动。虽然有了之前的一些不愉快但是从这个作品本身出发呢，杨洁还是打算让师徒四人全部用原班人马。可是就有人劝他，你还敢用他们啊？人家如今都是大腕大款了，你还能指挥得动吗？杨洁当时很有自信，认为没问题。可是呢，在《西游记》续集开拍前又出状况了。正当准备试镜的时候呢，又再次找不到师徒四人了。后来杨洁才知道，他们跑到越南走学去了。此事被央视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领导知道之后，就告诉杨洁，这次一定得换了他们，不行就把4个人都换了。可是呢，杨洁觉得一下子换4个人实在是不妥当，就把年龄偏大的马德华和严怀礼换掉了。沙僧、严怀礼认为把他们换了也有这个杀猪给猴看的原因，目的呢是为了让六小龄童能更老实的拍戏。在续集中，杨洁同样采用了2个演员来饰演唐僧，还是徐少华和迟重瑞，目的也显而易见，2个人能够互相制衡，但凡有一个人不踏实，立马换上另一个人顶上。相比之下呢，六小龄童就有恃无恐了，毕竟《西游记》的灵魂孙悟空不可能被换掉2009年，严怀礼因病去世，86版《西游记》从此再也凑不齐师徒4人了。2013年，杨洁与丈夫王重秋，也是《西游记》的摄像，和六小龄童、马德华、迟重瑞等主创们同框登上了《鲁豫有约》。这波回忆杀令观众们都红了眼眶。猴哥调侃师傅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怪不得那些女妖精都想吃唐僧肉呢。我应该叫你师傅，别师傅，还是说因为你上戏说我是你没怎么变，你吃什么东西？你才没变呢，头光碗面，头光碗面，要不得，要不哪吃你？面对曾经的心结，六小龄童说：“没有杨洁导演，就没有我的今天。”杨洁也直言，过去有过疙瘩，今天一见面，一笑泯恩仇。这么多年来呢，其实观众并没有苛责过六小龄童忘恩负义什么的。真正让他口碑急转直下的事儿是发生在杨洁导演的葬礼上。2017年4月15日，杨洁因心脏病医治无效而逝世。他去世后呢，很多圈内人前来追悼，六小龄童得到消息也立马赶了过来。本来大家都觉得六小龄童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谁知道呢，他的一个骚操作让无数的粉转路人，路人转黑，怎么回事呢？在杨洁导演的追悼会上，六小龄童先是缅怀导演，随后面对媒体的镜头，竟然宣传起来自己的新电影。今年下半年，中外合拍的电影《西游记》即将正式开机，我继续扮演美猴王孙悟空，我会用美猴王艺术形象，努力创造一个让杨洁导演和海内外观众满意的新的银幕形象，来告慰我们的杨洁导演。这个行为直接把大家给整傻眼了，纷纷骂他去世的人流量你也敢蹭啊！六小龄童的人设开始崩塌，网友们扒出了他之前的所作所为，强行捆绑孙悟空做出的拙劣营销，还创造出六学，搜集了六小龄童的大量负面黑料，来研究六小龄童的言论和行为。有网友呢还恶搞了文体两开花这个梗，
六小龄童曾经在微博上转发了一条关于刘国梁当选拼写主席的新闻，并表示祝贺。随后有网友就模仿六小龄童的语气和风格，写了一个嘲讽六小龄童爱炒作的段子。而今年下半年，中美合拍的《西游记》即将正式开机，我继续扮演美猴王孙悟空，会用美猴王的艺术形象，努力创造一个正能量的形象，文体两开花，弘扬中华文化，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很多人认为六小龄童是一个自恋、自大、自我炒作的人，他的行为举止并不符合一个艺术家的形象和素养，他的新作品呢，也不值得期待和关注。那他到底干了哪些让网友这么反感的事儿呢？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六小龄童说自己不用替身，结果在片场花絮中呢，杨洁拿着喇叭指挥着多个猴哥，有时一场戏甚至要动用多名替身演员。杨洁本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说过，六小龄童进组的时候故意隐瞒了自己近视的情况，一到打戏呢，还总是误伤对手。杨洁本来怀疑是六小龄童的技术不到位，在打戏上就安排了替身，连猴拳都是让替身打的。结果六小龄童跑过来告诉他自己想亲自演打戏，杨洁就问，那你为啥老是打到别人呢？六小龄童这才支支吾吾地说了自己近视看不太清。就连大家很熟悉的《西游记》的片头孙悟空从蓝天的背景中旋转跳跃，闭着眼的那几个镜头，实际上都是专业的跳水队员在蹦床上完成的高难度动作。86版《西游记》大获成功后呢，西游 IP 觉醒，随着时间的流转，热度不降反升，也出现了不同版本的孙悟空六小龄童呢，对自己饰演的孙悟空特别有信心，他认为他饰演的绝对是正版，还在很多公开场合中炮轰了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孙悟空怎么能和女妖精谈恋爱呢？要恶搞回去恶搞你爷爷奶奶去，别恶搞《西游记》，人妖不分，这是可耻的。他还在公开场合反复提及至尊宝肩扛金箍棒的动作像流氓。看过哪个片子里他的孙悟空他就这么走的？师傅走。那有的我看不哪个戏就这么走。六小龄童呢，仿佛进入了一个怪圈，他坚信只有他饰演的孙悟空是最完美的。那么问题来了，孙悟空究竟是什么样的？原著中的孙悟空复杂多面，兼具猴性、天性、佛性、神性与人性等，因此难以还原。六小龄童演出的更多是猴性，但是因为童年滤镜，我们对他当初饰演的扮相俊美、入木三分的孙悟空形象呢，依然是评价极高的。但是他所演绎的版本真的就是原著中的孙悟空吗？未必。在《西游记》第36回，吴承恩是这样描写孙悟空的：宝林寺的僧官看到孙悟空真个是生得丑陋，7高8低孤拐脸，2只黄眼睛，一个磕额头，獠牙往外生，就像属螃蟹的，肉在里面，骨在外面。很多观众认为最贴切原著的是电影《西游降魔篇》里头黄渤饰演的那个孙悟空。影视博主罗网吉说在《大话西游》中，我看到孙悟空不是脸谱化的英雄形象，周星驰把他理解的与天斗、与地斗、与命运斗的傲骨猴妖诠释的刻骨铭心。孙悟空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他不该被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种特定的形式所垄断。六小龄童所倡导的这西游文化实际上只是把86版视为原著。他经常抨击其他人演的孙悟空篡改世界名著，辱没中华文化，上升到道德高度，并一顿输出。曾经非常喜欢他的观众也开始反感他的这种种做法。一部分人认为六小龄童确实演出了大家心目中美猴王的神韵，这个角色堪称经典没错。另一部分人呢就举手反对，说孙悟空的成功离不开导演杨洁和剧组的心血如果换一个人来演，没准比六小龄童更成功呢。六小龄童是什么时候走上了超级自恋的这条不归路呢？也许是《西游记》播出后，他收到了全世界各地影迷的来信4万多封，其中一半是表白的。一位越南影迷得知六小龄童近视后，写信说愿意把眼睛献给他，因为孙悟空的眼睛比自己的重要。在一浪胜过一浪的鲜花和掌声中，他逐渐区分不了自己和孙大圣了。令网友们不能接受的还有六小龄童的言行不一。他曾经起诉网游公司的一款游戏使用了他在86版《西游记》中塑造的孙悟空的形象，认为侵犯了自己的肖像权，要求对方赔礼道歉，赔偿损失100万。
法院认为啊，六小龄童塑造的孙悟空形象并非其本人肖像，于是就驳回上诉。网友们就觉得六小龄童能如此维护一个影视形象，还是纷纷支持的。结果呢，六小龄童反手一个背刺，自己就跑去代言西游主题的游戏去了。网友们就纷纷吐槽，他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六小龄童被路人反感的呢，还有他的复读机体质，逢年过节的微博文案和配图都是一样的，而且他遇见各种新闻事件都要发微博蹭蹭热点，每次都能成功的把话题引向自己。2018年年底，六小龄童又被骂了，这回啊是一段网友发布的视频里头，江苏淮安的吴承恩故居纪念馆内陈列了大量六小龄童、猴王世家的展品，与吴承恩相关的史料反而较少。游客就质疑了，这到底是吴承恩的故居还是六小龄童家呀？炒作也要有个限度吧，这简直是鸠占鹊巢啊！不过工作人员就辟谣了，说六小龄童相关的展览和吴承恩故居是分开的，吴承恩故居纪念馆里头没有六小龄童的照片，有六小龄童照片的是在美猴王世家艺术馆内。虽然工作人员和媒体都进行了澄清，但是呢，网上对六小龄童的质疑却没有消停，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还有网友指责他是西霸。事后啊，六小龄童借着澄清吴承恩故居这事呢，也回应了西霸的传闻。他说也许是因为观众之前对他太好了，基本上看不到一条负面新闻，所以他自己一直觉得各方面做的没什么大问题。直到后来骂声满天飞，他感到很委屈，也对自己的言行进行了反思。如今他认为啊，如果都跟六小龄童演的一样，那孙悟空也没有意义了。记者说你谈一谈他对李连杰先生孙悟空的印象。我说李连杰是我们非常尊敬的功夫巨星啊，为中华武术推向世界做了很多工作。尽管我们不相识，我说挺好的啊。这妆化妆的造型不一样。我说比如说要演好孙悟空，第一个老师就要请教真猴子。完了他第二天标题就出来了，六小龄童说李连杰应该去养一只猴子。所以我觉得很不理解，很委屈。那么你完全是对我的这个人格的一种曲解，不应该是这样。现在有的称我是西霸，就《西游记》的霸。我心目中别的都不是孙悟空，只有我是孙悟空代言人。我说过这话吗？什么场合什么地点我说过吗？近些年来呢，六小龄童的风评又好转了，仿佛扔了一记双重回旋镖。不少网友觉得大家对他不必太苛刻，他就像是比较难接受新鲜事物的老人家嘛，本质上不坏，他本身也在学习进步，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至于爱炒作搞代言什么的，我倒认为无伤大雅，挣钱嘛，不寒碜，可以理解。现在很多明星不也是在直播间卖力吆喝着带货，张口闭口家人们我把价格打下来了，实际盯上的是咱们兜里的仨瓜俩枣嘛。不过六小龄童心心念念的中美大电影直到现在也没有下文。随着 Z 时代的到来啊，很多经典作品被二创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反向给原作品回血。比如啊，很多00后都用过俺也一样的张飞表情包，俺也一样。猴哥的一句烦死了，成为了多少打工人真实的精神状态啊！烦死了。B 站 UP 主道玄的橘子一首硬核西游 rap 大唐杠直接屠榜，歌词也是杀疯了。贴的路，贫僧不自己走，身边保你都很酷，就是长得有点丑，不是故意的，开几瓶路意的，就这样故意的招惹那些故意的。师傅，你看前面山上有个妖怪，俺老孙这就把他招待，岂知二变到妖怪，脑袋收下来去烧菜。这些二创呢，都是基于大家对原作的喜爱，用脑洞大开的方式让观众重新去认识这些经典的角色。但是呢，有的二创啊，它创着创着就把咱们给创飞了。不少中国经典名著惨遭魔改，有多离谱呢？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日本游戏《炼机无双》就把三国猛将全部性转成了萌妹子。刘备穿着粉色的超短裙，关羽飘扬着一头黑色秀发，拿着青龙偃月刀像砍菜一样的扫荡敌人。张飞呢，变成了粉色头发的暴躁萝莉。我只能说啊，这很难评。还有更离谱的，大家感兴趣的可以搜一下日本动漫《一骑当千》，人名啊咱都认识，但是配上 JK 妆和巨乳，真成了魔改大舞台，有胆你就来啊！前一阵呢，国产互动恋爱手游《光与夜之恋》推出踏云西游活动，网友就发现孙悟空被性转成了白瘦幼的女孩形象，
脸呢还没有桃子大，路人看不懂，玩家也觉得离谱。网友大呼六小龄童能不能出来开开炮啊？咱也没玩过这恋爱游戏啊，有玩过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聊聊这是怎么个事儿。我认为啊，对传统名著的改编呢，创新之意可以有，但敬畏之心不可无。细说不是胡说，改编不是乱编。曾经六学家嘲笑六小龄童的名言，如今看来呢，还是有几分道理的。其实除了《西游记》，六小龄童也饰演了很多成功的角色，比如咱们开头提到的，不是特型演员的他，在1939恩来回顾里和《贺龙传奇》中饰演周恩来，令观众耳目一新。在《连城诀》中饰演奸诈的花铁干，很多观众看完了都没发现这是六小龄童演的。他甚至还演过鲁迅和胡适，演起来也是有模有样。2016年猴年春节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希望六小龄童能出现在春晚舞台上，只要他喊上一句俺老孙又回来了，也就圆满了。可惜呢，他的节目被央视春晚给毙了，只能去辽宁春晚演了个金猴闹春。这事经过发酵后啊，央视春晚导演遭到了网民此起彼伏的声讨，间接的把六小龄童又送上了神坛。也有说法是春晚事件是六小龄童的投资方如意新兴公司炒作的，六小龄童打顺风局没问题，后来口碑崩盘打逆风局就手足无措了。最近几年呢，他还上了一些综艺，每当熟悉的背景音乐响起，我们身体里的 DNA 还是觉醒了。看着这位60多岁的老艺术家还在努力地诠释孩子们心中的美猴王，我还是非常感动和感慨的。咱们每个人的童年都是非常宝贵的，它给了我们成长之后面对这个繁杂世界的勇气，所以啊，能出现在孩子们的童年里也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六小龄童跟他所饰演的齐天大圣一样，在年少轻狂的时候接过金箍棒，苦练72变，笑对81难，但是在西天取经归来，他却深陷在斗战胜佛的影子里无法自拔，连引以为傲的猴王精神也变成了束缚自身的紧箍咒。有人评价他是齐天大圣成了佛，六小龄童入了魔，以至于太想变成孙悟空的六小龄童忘了自己的本质其实是一个好演员，而以他的演技大可不必将自己的一生与《西游记》捆绑在一起。在唐僧扮演者迟重瑞的微博昵称上写着这么一句话：一生只做一事又何妨？如果这个一事指的是扮演一个角色，因一时成功而满足，止步不前，固步自封，这样的人生未免有些遗憾了。而如果将一事视为对一项事业的专注和热爱，那么它将会赋予人生更深远的意义和广阔的结局。大家觉得呢？